朋友们，大家好啊！今天是5月11日，星期一啊。那么昨天呢，我发了一期关于巴菲特说美国股市要跌的这个视频啊。那么有不少网友呢都给我留言和我互动啊。我看了大家的发言呢，我觉得其实大家讲的啊都挺好的啊。有个网友就说，他说巴菲特他觉得那个最大的优点啊，就是他不赚认知以外的钱，就他不懂的领域，他没把握的领域，他不投资啊。那么也有的网友呢，觉得就是不要迷信巴菲特了啊。那么，在现在这个时代呢，这个巴菲特的投资啊，已经不像过去那么厉害了啊。那么也有的网友啊，就觉得呢，希望我多讲几期啊，分享分享我的一些看法。那么我今天呢，就又来分享了啊。我们今天这个视频呢，主要讲两个内容，一个呢就是，我觉得啊，这个巴菲特，就我对他的看法啊，他到底是像很多人说的过时了啊，还是很厉害啊。第二个呢，就是我想讲一讲这个我对美股接下来的一些看法、一些判断啊。首先呢，就是巴菲特啊，其实美国历史一共才200多年，对吧？那巴菲特他现在是96还97岁啊。那么美国历史他应该占了差不多一半的时间。那么美国的股市啊，那他肯定占的时间就更长了，对吧？所以呢，就是说，从美国有这个股市，有这个投机市场啊，这些东西，这个出过很多牛逼的人物，对吧？我过去也推荐一些书啊，这些书里面也有就是很多牛人写的。那么大家可以判断啊，就是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啊，这些牛人就是他们宣传自己的时候都是啊回报多少，一年回报多少，然后连续多少年。但是后面慢慢发现啊，因为我看了很多采访，就很多人呢他就退出了，他不搞了啊。那么像很多有名的，你比如说像那个杰西·利弗莫，对吧？啊，他年轻的时候很厉害，做空美国股市啊，晚年呢最后没有能守住财富啊，最后呢在一个酒店里面就是自尽了啊，自杀了。这种我觉得在年轻的时候，或者曾经在投机市场上、投资市场上，叱咤风云过的，最后晚年没有善终的啊，其实是人生中的大的部分，就大概率都是这些人啊。所以呢，这个呢，我觉得角度来讲呢，这个巴菲特呢，他到了96、97岁啊，应该来说他的人生也差不多了吧，对吧？啊，虽然我也希望他长命百岁，对吧？啊，但是呢，他依然能够啊公开的露面，接受媒体的采访，然后呢，他的这个公司呢还能拥有啊那么多的现金啊，是现金，大家注意，不是资产啊，那资产一跌一跌，涨一涨的啊，这个变化很大的。他现在这个3900亿美元的现金，还不包括其他的股票呢，对吧？就他这个现金就有这么多，应该来说啊，是美国投资历史上第一人啊，这个绝对是没问题的啊，这个绝对是没问题的。这公开的啊，你说背后还有什么隐藏的什么什么家族、什么什么大鳄，这个我们不知道的，对吧？就公开的啊。那么从他过去那么些年啊，就是比如说50多岁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看到媒体采访他，他那个50多岁的时候，那个讲话的速度啊，还有那个脑筋的这个这个转弯的速度啊，就和这个20多岁的那种辩论员啊、辩论手，就那种辩论的人啊，我觉得就没问题啊。
现在90多岁了，他讲话速度确实慢了一点，但是从逻辑啊，从这个他讲的这种他的这种独有的风趣啊、幽默的这种风格啊，我觉得你再找一个90多岁能讲出这样的话，对吧？这个很少很少啊。那么大家质疑的呢，主要是这些年啊，包括就是可以说是互联网时代以后吧，那么他就好像投资上没有那么赚钱，就不像他过去那么赚钱。其实巴菲特他过去也说过的啊，他说如果他当时是想每年赚50%啊的这个回报，是完全没问题的啊。就是他的这个资产如果不是过大的话，就是在几十年以前，大概30年以前吧，还是还是40年以前，他说如果只是100万美元的资产，那么他每年要赚50%，就是保证啊。就你说谁敢说保证能够赚到这个钱，对不对？应该是很大部分的人说，比如说我说80%啊，60%，对吧？还要给自己留点余地。他说他是能够保证每年赚50%，就是100万美元的这个资产。那么到了后来，像现在这些年，他的这个资产已经到了，比如说你说3900亿美元啊，它不像我们是吧？我们或者说那些小的基金什么，或者说个人啊，你说我去买1000股股票，就完全像那个大海里面的一滴水，谁都不知道你是谁，对不对啊？你赚10倍啊，也就是在这个资金池里面就是一滴水啊，是不是？但是你像这个巴菲特他这个资产，他要进入这个一只股票啊，一只股票现在市值最高的也就万亿啊，而且说白了，如果大家都是在卖的话，那他这个万亿很快就缩水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他这个钱要进入一只股票，马上就被人发现，并且它是个上市公司，他要一直告诉大家，要公开的展示他买入了什么公司，他花了多少钱买入的啊。那人家一看啊，你买了这个股票，那我也跟进来买，那他就很难从短期的这种波动里面赚到钱，他一定要看到10年或者说20年未来，对吧？因为只有这样的话，就是这样的话，别的人一看哦，你比如说像我吧，我一看他买谷歌，比如说谷歌它是300美元买的啊，我一看这么高啊，他肯定要等10年、20年未来的回报，对吧？那你要我等10年、20年，我肯定不肯啊，那我肯定就撤了，是不是？那些急于成长的公司，那些投资公司啊，那看到他这么做的话，肯定也不愿意跟进，是吧？那么他是这样的在创造财富，就像他在这一次股东大会上他说，那个在库克刚开始就是乔布斯刚走嘛，库克接班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他们买了苹果的股票啊，到现在也十几年过去了，他们赚了7倍啊，那么这也是十几年，但是大部分的人其实是不愿意等这个十几年的，但是对于巴菲特他们现在的资产来讲，他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周期啊，所以呢，这个也是就是现在他拥有这么多现金，他不投资啊，我觉得未必啊，就美股一定会迎来立刻的暴跌啊，就是说他可能觉得现在买进，过了几年也不会涨个7、8倍或者10倍，对吧？啊，因为他的投资是长期的，或者说他觉得他等不到那个时间了啊，就像我昨天说的，他要给接班人，他现在进行一个投资，这个投资是10年以后的，10年以后的事情他可能看不到了，对不对？或者20年以后的他看不到了，他何必现在去做一个判断，让接班人不太好做呢？是不是啊？所以我觉得这个啊是是我觉得市场对他的一定的误解啊，就是他的资产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大家还是拿他跟一些很小的资产去比，对不对？那就像我，那我去年赚的或者我今年赚的远超过巴菲特的增长速度了，那难道我比他
就是说厉害吗？啊，肯定不是这样子的啊，因为我的这个就像大海里的一滴水，一滴水滴都没有啊，可能就是一个细胞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这个我觉得是误区啊。那么投资这个东西呢，还有的一个问题呢，我觉得也很重要，就是我们是总是啊以一个上帝模式来看，就是今天我们看昨天的事情啊，就你的能力要从今天看到明天的事情，那就是牛逼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说我们整天说啊，巴菲特他不行了，你看这些科技公司都成功了，他没有投资什么的啊。因为我觉得在他那个时期，有了他那么多资产以后啊，这个美股市场里面也是有很多坑、很多陷阱，有很多股灾。那么他能够躲过一次、两次、三次，最后还能保留那么多资产，必然就是他把风险降低了啊。就是说他的资产已经够多，他不需要那么高的胜率，对不对？就是他觉得我现在增长的慢一点，但是我的这个基数大呀，那有些机会他就不用去冒险啊。这是我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啊。我现在也越来越能够接受这件事情啊，因为我就举个例子吧，比如说，啊，这2年，那么西班牙啊，因为我现在在西班牙嘛，那个房子上涨，对吧？那么很多投机的人，那么他就觉得，哎，我要不要进来买啊？博它后面会不会上涨？但事实上，接下来能不能涨，有人知道吗？没有人会知道的啊，这个没有人会知道的，因为这种市场背后有没有人在拉动，有没有人在啊，就是布这个局，你是不知道的啊。那么对于我来讲的话啊，我就会觉得这件事情风险就很高啊。但是如果说今天这个西班牙这个房价，它如果连续跌5年啊，那么对我来讲，我觉得它的风险就更低一点啊。就像那个这段时间不是说那个李嘉诚是吧？啊，说李嘉诚又准备了什么3000亿港元进入香港的房地产市场啊，觉得香港房地产市场未来会有机会，对吧？那么从李嘉诚的发家史其实也能看到的，就是每当啊过去他也是大家一群人要离开香港要害怕了，那个时候他反而去借钱啊，然后买入香港的这个地产，买入香港的资产，后来他就做起来了，对吧？就好几次都是这样子的啊，所以就是我觉得，呃，做自己熟悉的领域这一点呢，确实也是很重要的，很重要的啊。就未知的这个东西，就像有人问我说，那个特斯拉的那个老板马斯克要搞那个什么 Space X，对吧？啊，这个东西我就不会去买啊，因为我真的是不懂，就我真的完全不懂，完全不懂，我就完全不敢买，对吧？因为这个世界上钱是赚不完的啊。巴菲特的那个合作伙伴蒙格啊，查理蒙格，他说他认识一个朋友，不是做这个股票投资的，是做房地产投资的，但是呢，他一直买的房子啊，就是斯坦福啊这个学校附近的房子，因为那个人就住在那儿，他买来买去就买在自己住在那儿的那个房子，因为他在那里已经待了几十年了，他非常的了解，就是那边的租客、那边的房价、那边的各种各样的变化，就他对那里是非常了解的啊。所以其实这种人，我觉得他也是非常聪明的，对吧？啊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再聊一下啊，我对美国股市的判断。那么我认为美国股市接下来还是会继续上涨啊，虽然这2天市场有很多悲观的情绪啊，有的呢说这个美国和就是伊朗吧，中东的这个东西啊，人在什么交战啊，又交火了啊，我觉得呢，
在去年我发了一系列的视频啊，我当时就说了，我说俄乌战争啊是一个最大的问题。虽然那个时候很多人说贸易战是问题啊，但是我说这个俄乌战争是个问题。那么就这2天吧，俄罗斯总统普京呢，他就发表了讲话啊，他说这个俄乌战争可能会停止啊，这个是他第一次发表相关的这样的一种论述啊，过去他没有这样讲，他都说什么军事行动要达到什么目的，对吧？或者怎么样？那么这一次呢，他发这个信号呢，我认为比过去俄罗斯跟乌克兰战争要停止呢的概率都要高一点。那俄乌战争这个事情如果一旦结束呢，那么全球的这个商业格局啊，都会进行一个新的变化啊。为什么这么说啊？因为俄乌战争要结束，其实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，什么问题呢？就是俄罗斯他打到这个程度啊，那么多士兵，那么多军人，比如说去参战了，那么他要获得回报，对吧？因为没有回报，他肯定是就是他这个不好说，是吧？那么还有就是他这些人回来肯定要钱啊，你这么多人回来打了那么多年仗，这些人说白了在战场上他只会打仗，他不会别的。他回来以后，你要安顿他，你要给他钱，不然这个社会会乱，对不对？因为打仗的时候肯定是许诺这个许诺那个的啊，这个我觉得大家都应该明白。那么他回来以后，肯定要有新的，说白了就是新的工作岗位或新的商业机会，对吧？这个其实也是大家在谈的啊，很多人其实都觉得啊，是什么土地的问题？土地的问题说白了，大家心里面都会有点底的，因为那个是什么？那个是一个可以明着说的问题，就是说新闻里面发一发啊，这个土地问题啊，我们不能让什么什么的，这个是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啊。但事实上，大家都知道土地这个事情没有那么容易的互相割让，是吧？所以呢，这个每次谈判不成立啊，那么这些问题就会被抛出来。那么事实上呢，很重要的一些问题就是，你像说白了还是这种商业利益的问题，就你到最后这些军人怎么安置啊？有没有新的商业机会？不然这些人回来都是这个国家就麻烦了，是吧？包括乌克兰也是的，乌克兰这么多年，他最后肯定要钱啊，要重建啊，要有新的商业啊。那打了老半天，如果战场上没有取得很好的回报，然后又要停战了，然后又要就是经济搞得一塌糊涂啊，大家又失业，越来越穷，那这个肯定要乱，是吧？而且这个乱肯定会波及整个欧洲啊。所以呢，最后其实要处理的就是重建整个世界的商业格局啊，就是这个俄罗斯会不会被解除制裁啊，然后重新加入商业的格局？乌克兰啊重建用多少钱啊？然后能不能获得新的商业的回报啊？这个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。所以俄乌如果一旦停战，必然是这些东西都能够谈的比较好啊。那这个呢对美国股市啊，因为不管怎么说，俄乌战争美国肯定是出了大力的啊。虽然很多人很讨厌川普，说什么什么，但是你算上拜登时代，你算上现在这个时代，那美国其实还是出了大力的，对吧？啊，那这些东西必然是背后的投资的人是要有回报的啊。所以这个呢，一旦俄乌停战呢，必然是大家谈好了啊，会有很积极的回报啊。至于中东的问题呢，中东的问题，我觉得川普他马上就要到中国去访问啊。那么我认为川普去中国访问，一旦如果明确了，那么谈好了，那么中国也会马上就再到美国进行一个回访啊。那么这当中呢会有很多条件，比如像这个中东的问题，比如像这个俄罗斯的问题，对吧？那么后续呢会有很多这个商业的机会啊。其实怕呢就怕不谈啊，一旦就进入到一个谈的一个这个通道里面呢，那么这些问题呢都会解决的。因为伊朗我觉得跟这个俄罗斯的这个问题还是不一样啊。因为
俄乌战争这个问题呢，是这个乌克兰确实跟俄罗斯它是就是边境是连在一起的，对吧？而且就是欧洲的势力，包括美国的势力呢，其实也都在那里。那么俄罗斯呢，就是他有这部分的担心，对吧？所以他肯定考虑的是一个相对来讲啊要更安全。那么你像伊朗这个问题，其实它跟美国是离得很远啊，其他国家你像欧洲什么根本就不愿意去介入这个事情，对吧？而且说句实在的啊，我觉得美国已经达到了他的目标啊，因为他已经把伊朗的那些高层啊都已经清除掉了，可以说伊朗整个换了一批人。那很多人不同意，肯定会说啊，伊朗那换了一批人，他们要继续为那些人报仇，要怎么怎么，要一直打下去啊。那我想说的是，其实换一代人，换一些领导的人，他们就会有新的想法的啊。他们就算有些部分想法是这样，但他们肯定也有新的想法，有自己的想法啊，肯定和之前的那批人的理念还是会有不同的，还是会有改变的，对吧？这个其实就是机会。那你说，在美国的目的里面，那他也达到了这个目的，就是他换了一批人，对吧？那之后的至于什么再发生的一些事情，那么这个呢，我觉得比之前的那些人呢要好解决，因为之前那批人其实他们前前后后也谈了几十年了啊，就不管是在中东啊，以色列那边谈还是什么，反正就这批人都谈了几十年了，对吧？其实以色列也是的，以色列如果马上也要换一批新的人上来，可能格局啊又会不一样啊，所以我觉得呢，总的来讲，从战争的这个因素来讲呢，未来呢是向好的方向在发展的啊，它没有继续的越来越糟糕啊，因为我觉得川普在这一块呢，还是采取了相对忍耐的态度啊，就他不会，他现在就是还是不愿意派兵进入伊朗去扩大战争，对吧？啊，那我觉得伊朗这边肯定也是的啊，就他们肯定也想有更好的条件保障他们自己的，对吧？而且呢，他们也想取得经济上的一些发展吧，啊，所以呢，这个呢，我就是对接下来的美股呢，我的看法呢是会变得更好啊，因为其实说实在的，你像比如说我现在处在欧洲，像欧洲这些国家，目前他们面临的问题是什么？就是他们都要输出东西，就他们要把东西卖掉，卖给更多的国家，然后去赚差价，是吧？啊，因为他们原来比如说他把东西卖给中国，中国是一个新的增长点，或者他卖给亚洲，但现在比如说，中国他自己造了很多新的东西出来，那么欧洲的这些东西，它没有很大的竞争力，对吧？比如说它原来的汽车，德国什么汽车，或者说法国的汽车，或者一些他们之前的一些领先的一些东西去卖，对吧？那现在当然还有一些医疗产品，但医疗产品其实也是美国的比较先进，是吧？所以这些国家，你像欧洲，它的发展引擎为什么就慢了呢？因为它没有大家现在没有的东西，必须的东西。那这个世界上现在，你比如说还是美国啊，它有，比如说 AI 科技这个，因为 AI 科技这个东西，比如说我想用，我就要去买，对吧？那对于欧洲来讲，面对的现实就是这样。就比如说欧洲，它要去买进口美国的东西，那什么呢？比如说你像谷歌啊，什么谷歌地图，它要用，就是我在欧洲我要用，我就必须要去用这个东西，对吧？或者说你说 AI 啊，我要用 ChatGPT，我要用这个智能，那欧洲它没有自己这个东西，所以就是说，美国还是掌握了啊很多世界上先进的这些科技这些东西，这些东西呢能够为它能够带来就是很高的经济价值啊。你说欧洲它这边它有一些比如说旅游资源，对吧？啊，但这个东西它的溢价不高，它是能够赚钱。你说大家来旅游，可是我来旅游，我也不会把所有口袋里的钱全部都花掉，全都买旅游，对不对？就它不是一个必需品，我也可以去别的地方旅游，但是我来这边旅游，可能我花个%多少多少的钱来旅游，对吧？这个是一个很不同的啊，所以就是，除非又有一个新的，你说大家现在一直过去都在说，印度啊又要
有什么新的增长了，它的未来人口会有多少，会达到多大的商业价值，对吧？就像欧盟主席之前跟美国不太愉快的时候，他也跑到印度去。他那个冯德莱恩还跟印度签署了协议，打算引进多少印度的这个人才吧，到那个欧盟来，是吧？并且他要投资印度，是吧？就他们觉得，比如说印度未来可能是一个新的具有消费力的市场。说白了，就是要把欧洲的这些东西仍有附加价值的，能够高价卖给印度，对吧？如果他有钱来买，对吧？但这一切就是还是要看的，就你要看印度这个经济体它能不能起来啊。那很多人会觉得，那我为什么不自给自足？我欧洲人卖给欧洲人，一样的全球运转，是吧？因为你现在这个自己卖给自己，你本身就是很难有新的增长点，就是说你可以这个国家在运转，对吧？不会垮掉，但是你要想它有新的增长点，比如说你像美国，它一年这个股市增长多少多少多少，它的公司利润新增多少多少，它有新的增长点，它必然是要找到就是外面的客户就是要出口，好吧？那么今天呢，我就先聊这里那么也欢迎大家和我继续讨论，谢谢。